谁？晨儿，娘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外面冷，屋里说吧。娘，你这手怎么这么冷？在外面待了很久了吧？娘没事儿，娘只是今天高兴睡不着，一下子想起了好多事情。你3岁的时候掉进府中池塘，被人救上来那会儿，已经昏死过去。娘当时真的担心的要命，急忙带着你去宣医药阁抓药，结果你第2天才醒。娘，你记错了吧？孩儿跌入池塘那年都已经5岁了，而且在床上昏迷了3天多呢。娘当时就陪在孩儿身边3天多。当时孩儿醒来的第1眼，就看见娘累得靠在了床榻边上。孩儿清楚地记得，娘你睡着睡着，在梦里还哭了。孩儿当时就暗暗发誓，今后绝不会让娘掉半滴眼泪。对，是娘记错了。你不知道，娘当时有多么的害怕，害怕会失去你。娘，你最近应该是太累了，所以记错了。而且孩儿当时也不是自己不小心掉进去的，是秦奋那家伙故意将孩儿绊进去的。幸亏颖儿姐发现的早，及时让下人把我捞了上来，孩儿这才得以存活。赵父母子俩从小就瞧不起我们，孩儿就一直发誓一定要成为一个强者，发奋修炼，考入天星学院。当时被魏震打伤之后，孩儿好像突然就变聪明了一样，之前看不懂的东西都明白了，而且这血脉也觉醒了。娘听说，有一些人大器晚成，年少时碌碌无为，在经历了某一件事情之后，突然就开窍了，修为突飞猛进，一日千里。晨儿，你或许就是开窍了。孩儿应该就是开窍了，而且孩儿还要变得更强，保护好娘。娘只要你好好的，就心满意足了。不求富贵名利，只求你平安。晨儿，你的修为又提高了。啊，母亲又没有修为，她是怎么看出来我突破的？娘只是感觉出来你的气质有了变化，所以才如此猜测。不过晨儿，娘听说血雾圣地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，肉身越强，得到的好处就越多。没想到大玄国这次竟然愿意用进入血雾圣地的名额作为奖励，你要好好把握。好，孩儿知道了。不过娘，你怎么对武道了解这么多？娘好歹也是定武王秦霸天的女儿，耳濡目染，自然就知道了。好了，娘不打扰你了，你好好休息。好好休息啊。娘方才分明就是故意说错话，应该是察觉到了我最近的变化。还好我刚才解释的不错。
虽然和以前不一样了，但只要还是我的晨儿就好。这里应该就是秦月池和秦晨住的地方，真想不到，堂堂定武王的女儿居然住在这里。哼，今天就是他们2个人的死期了。都盯紧了，今夜我要让这2人命丧黄泉，绝不能出半点差错。是。这是。 这把神秘古剑为何会出现在我面前？这是……这是我的雷霆血脉。这神秘古剑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为什么我的血脉在吸收其中的力量？什么声音？怎么回事啊？我的灵力比以往敏锐了很多呀。的确。 灵力的修炼非常困难，否则这世上的炼药师、炼器师还有血脉师，也不可能如此牺牲。记住，秦月池和秦晨母子就住在这座府邸中，等我号令。 一旦发出讯息，立马出手，将2人击杀，不留活口。听明白了吗？是。你们俩去后门报仇，你们俩去封锁左翼和右翼。鹦鹉呢？他到井里了。我在这儿。 废物！剩下的人跟我走。走。那我呢？我去哪儿？看来，以
经有人迫不及待了，幸亏我早有准备。走。包括秦影在内，一共8个人。我怎么感觉这地方有点诡异啊？这么黑，完全看不到路啊！谁？怎么了，影子儿？我感觉好像有人。这里除了咱们，还能有谁啊？你不会感觉错了吧？别开玩笑，我用灵力感知一下。可能是我想多了吧。哼，我知道哪里有人了，肯定是你脑子里在想女人了。哦，三儿，你怎么乱打人呢？闭嘴！不准你这么恶心的叫我。难道真的是我想多了吗？分头行动，抓紧时间，说不定一会儿还有时间吃个宵夜呢。又剩我一个，连个鬼影子都没有。不对，这剑上镀了一层黑漆啊，怪不得黑暗中不会反射任何光亮。家主，时间不早了，您该歇息了。你先退下去吧。三妹，不要怪大哥，大哥没有别的选择。事已至此，已经没有了回头的机会。事态发展之快，即便是我，也是万万没有料到的。想不到这次的目标竟然是秦府的大小姐。定武王威名赫赫，杀了他的爱女和孙儿。哎，王都又少不了一场腥风血雨啊！哼，不过想想也挺兴奋啊。听说秦府的大小姐当年可是号称全国第1美人呐。嘿呀，今天晚上说不定有什么意外收获呢。谁？影四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那边，啊？什么情况？不对，你不是影四。第2个，幸好我早有准备，提前设好了大阵，将我娘的房间隐藏了起来。否则，我跟我娘估计都要被你们这帮人给暗算了。陈少慧眼如炬，小友，你的确是罕见的玄月明火血脉。陈少，
这位是？哦，这位是东方青会长。这下相信我了吧？再说了，我也不敢拿你的前途开玩笑。陈少，我听闻你在这次的学院大考中摘得魁首，特来恭贺。多谢会长。这位想必就是陈少的朋友吧？哎，拥有如此稀有血脉，想必是和陈少一起去血雾圣地的吧？会长太高看我了，我怎么能跟陈少比呢？我连学院大考前10都没进，怎么有资格去血雾圣地呀？陈少亲自带此人前来检测血脉，必定对其极为重视。如果我能帮其争取到进入血雾圣地的机会，也算是卖了陈少一个人情。怎会如此？即使未能进入大考前10，可拥有如此稀有血脉，也应当许以特例。我身为血脉圣地会长，待我向陛下言明此事，并尽力为他争取进入血雾圣地的名额。陈少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劳烦东方青会长。如若东方青会长真能帮林天得到这一机会的话，血脉圣地今后如有需求，秦晨定当义不容辞。陈少言重了，我定会尽力而为。那我便先行一步，前去皇宫觐见陛下，尽早将此事定下来。啊，二位继续，不用送。如果东方青会长真能帮你争取到血雾圣地的名额，对你将大有裨益。不过在此之前，你必须修炼与你血脉属性相契合的功法。如果你只是修炼一般功法的话，算是暴殄天物，修炼成果将与常人无异。可我上哪儿去找跟我血脉契合的功法？我这儿有13种天级功法，你可以挑选一种。陈少，你没发烧啊？还是说修炼走火入魔了？天级功法我大玄国皇宫都没有一本，你身上怎么会有？鬼阴地诀，不行，此法过于邪恶了。冥王宝剑，对经脉的损伤太大。对，万影天经，此功法倒是十分适合林天的体质。对，林天，我现在传授给你万影天经。此法是所有天级功法当中赫赫有名的一种，而且在所有幽冥系功法当中，也算是最强的功法之一。此功法一共有9重，以你的资质，修炼到前6重应该不成问题。能不能修炼到第9重，就看你自己造化了。哦。原来真的是天级功法。陈少，你的恩情，我林天铭记在心。行了，你就别嘴皮了，回去记得好好修炼。好嘞，那谢陈少。都这个时候了，我得赶快回天心学院了。哎，学院大比都结束了，你还去学院干什么？不是陈少，你难道忘了？今天是炼药师考核的日子。炼药师考核？对啊。哦，我差点忘了，你对炼药师不感兴趣。这样的，丹阁与天仙学院啊有合作，凡是炼药学徒呢都可以参加丹阁的炼药师考核，每年就只有这1次机会。原来如此。哎呀，我都报考2年了，可如今快毕业了，还只是一个高级炼药学徒。要是能成为炼药师就好了。
这样就能有幸结识丹阁高层，对我家药材生意肯定大有助益。炼药师，如今我修炼阶入瓶颈，急需大量丹药。如果能考个炼药师，倒也方便，甚至还能跟丹阁进行一些合作。时间不早了，我要走了。陈少，陈少，我说我要走了。我跟你一块去吧。啊？不是吧，陈少？哎呀，虽然你是学校大考的头名，但是这炼药跟武道完全是两码事。况且，这个你之前的炼药课也不及格，怎么能考得上嘛？炼药师考核能有什么难的呀？行了，赶紧走吧，再晚赶不上了。清晨，美女，这家伙怎么来了？该不会是来参加炼药师考核的吧？谢谢啊。大哥，秦晨可是连学徒令牌都没有，他凭什么参加考核？这小子又想搞什么花样？有事吗？我们来参加炼药师考核。把学徒令牌给我。哦。你的呢？我没有学徒令牌。没有学徒令牌，那还来参加什么炼药师考核？学徒令牌？去，赶紧一边去！连学徒令牌都没有，还参加考核？好大的威风啊！哎，清晨，炼药师考核可不是儿戏，还是按照规定来吧。谁说没有学徒令牌就不能参加炼药师考核的？这还需要规定吗？根据无欲丹塔规定，所有的人都可以参加炼药师考核。炼药学徒不过是各地丹阁私下定的罢了，丹塔根本就没有承认。怎么？难道你还能代表大陆至高的丹塔不成？哟，你小子居然还知道丹塔？不过丹塔是丹塔，在这里，天王老子来了也没用。走，再不走，我叫人把你们赶出去了。啊，我说，怎么回事？陈木药师，一品炼药师，里面马上就要开始炼药师考核了，你们在外吵吵闹闹，成何体统？陈木药师，这个人没有学徒令牌，却非要参加考核，你说他这不是捣乱吗？年轻人，做事不要好高骛远。炼药师考核之前，必须先成为炼药学徒。丹塔规定，所有人都有资格成为炼药师。我看您也是一名一品炼药师，难道连丹塔的宗旨都不懂吗？你放肆！竟敢这么跟陈木药师说话！陈木药师，您放心，我马上将这小子赶出去。慢着，丹塔的确有这样一条规矩，但丹塔同样规定，任何人不得亵渎炼药师这个职业。你不是炼药学徒，没关系，但若你连第一关都过不了，那可是重罪啊！你确定要参加？那是自然。那好，王管事，给他报名。哎，拿着，这是你的身份凭证，从那边进就可以了。哼，大哥，这陈木药师怎么会答应让这小子参加考核啊？我怎么知道？自讨苦吃，这过不了多久，肯定会被灰溜溜的赶出来的。哎，陈少，
那个人啊，叫王安，考了有几十年了，特执着，也算是咱们天心学院的一个名人了吧。能如此坚持，而且有毅力的人，必定不是普通的人。秦晨，你真的有把握？哎呦，连个高级学徒都不是，来这丢人现眼的。各位，大家都是来参加考核的，何必如此针锋相对呢？楚老头，关你什么事儿啊？陈少，别理他们。臭老头，让你多嘴！都给我安静！本次炼药师考核共分3轮，第1轮笔试，第2轮随机考核炼药10项操作中的1项，第3轮是真正的炼药师考核。现在开始进行第1轮考核。请写出分药的13种基本手法，以及每种手法的优缺点。破罗叶的生长习性和药性，它在丹药炼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，并写下3种需要用到破罗叶的丹药，请描述火石矿在炼丹中的作用。陈兄啊，这一次考核的试题出的难度极高，我看这些学徒中啊，很多人要败兴而归了。算他们运气不好，这题是流光大师所出，也不知道这些人里有几个能通过笔试。几位丹阁执事里，流光大师最为严格。我粗略地看了一下，他出的题目极为刁钻，就算是你我作答，一不小心也会掉入圈套。更何况这些新来的学徒了，就看他们运气了。哎，陈兄，那不是你刚刚训斥的那小子吗？就是这小子，你看他在做什么，竟然随意的乱写，真该将他驱逐出去，严厉惩罚。我看不会吧，就算此子写得快了些，也不会故意乱写捣乱吧？这题是流光大师所出，他连个炼药学徒都不是的小子，怎能对答自如？我看倒也是。可惜丹阁有规矩，不能剥夺他的考核资格，要不然早将他赶出去了。我一个字都想不出来。秦晨这个家伙，他怎么一个笔都没听过？哼，那秦晨从未上过炼药课，他能懂什么？怕不是在胡乱写罢了。哼。这也太简单了吧！只剩最后2道大题了。如果你是一名1品炼药师，同时也是一名地级巅峰武者，在妖祖山脉中寻找药材，忽然前方传来一阵清香，令你浑身毛孔舒张，陶醉万分。抬起头发现前方100米的一片灌木丛中，长着一株百年龙涎香，而在你的感知中，方圆数里之内没有一头妖兽，你该怎么做？
接下来这道题好像更有意思。你是一名1品炼药师，在妖祖山脉中历练的时候，被白刃毒株伤到了手臂，毒素让你的手臂很快就失去知觉，而且以惊人的速度朝着你的心脏蔓延。而这个时候你身上又没有解药，最近的城市也在千里之外，该怎么做？确实有意思。